在伊朗总统因坠机事故身亡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乘坐的那架美制贝尔直升机上。虽然事件真相并未水落石出，但当人们得知伊朗总统的座机竟是一款首飞于1968年与70年代由美国出口向伊朗的老古董时，事故的发生其实也多了几分合情合理的味道。事实上，伊朗总统乘坐一款老古董出行并非一时兴起，而充满着别无选择下的无奈。在如今伊朗军队的装备列表中，老旧的美式武器依然占据着大半个页面。为何自诩独立军工的伊朗无法摆脱美式装备？原因其实是因为美国人曾对伊朗无比慷慨。同今日针锋相对的美伊两国不同，在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好感甚至可以比肩亲爹以色列。这倒并非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同美国人有什么血缘关系啊，而单纯是因为在冷战前期，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势力都不拿伊朗当人看。在19世纪的英俄大博弈时代，伊朗就是夹在英俄两国之间的受气包。俄国自北向南吞并了伊朗西北方高加索地区的大量领土，而英国则自南向北以经济入侵的方式控制了伊朗南部。因无力抵抗英俄的入侵，人心尽失的伊朗卡扎尔王朝亡于政变，里萨巴列维建立了伊朗巴列维王朝。然而英苏两国并不把伊朗当回事，他们继续在伊朗南北方分别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二战期间以李萨汗不驱逐德国人为由，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入侵伊朗，并赶走了李萨汗。不幸但又幸运的是，英苏的阵营中不仅有这两个国家，还有志在战后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依靠着英国人的引路，美国得以在二战中首次插手伊朗局势。虽然美国也并非什么善人啊，但同要钱的英国和要命的苏联比起来，只想在伊朗扶持一个亲美政权的美国，在此时反而成为伊朗保持表面独立的最大帮手。在美国的协助下，伊朗成功在二战后驱逐了非法驻扎的苏联军队。认识到美国人没有灭亡伊朗之意的穆罕默德·巴列维于1953年同美国中情局合作，推翻了由民众选出来的伊朗首相摩萨台，并将伊朗由一个君主权力受限的政权转变为以他为核心的君主国。获得权力之后，巴列维国王投桃报李，他在经济上停止了对西方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进程，而在外交上则坚定地选择美国，而美国也对伊朗无比信任。自1954年开始，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全方位援助，并默许伊朗更新石油分成协议。1954年，在石油收益方面，伊朗政府同外国资本的协议是各占一半。而在1957年更新了税收方案之后，伊朗政府将获得本国石油收益的80%以上。在手里有了钱之后，巴列维国王一方面开始在美国的协助下推行白色革命，另一方面则向西方大量进口武器装备，以组建一支强大的伊朗军队。而美国扶持伊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军售将伊朗纳入西方阵营的部署当中。于是，当巴列维国王提出军购需求时，美国所展现出的慷慨也可谓令人惊叹。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伊朗巴列维王朝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极其庞大的采购方案，而美国也对伊朗的要求照单全收。短短几年，伊朗就自美国进口了包括225架 F4 与308架 F5 战斗机在内的庞大机群。近日坠机事件中，伊朗总统的专机也是伊朗在这一时期自美国进口的数百架贝尔212型直升机之一。靠着美国的支持，伊朗在短短几年间就建立起了足以称霸中东的军队。然而，对于巴列维国王而言，他同美国的关系不应该止于此。在他看来，对于美国而言，伊朗对标的不应该是沙特、埃及这样的国家，而是加拿大、日本这样的美国核心盟友。于是，在美国对伊朗军队进行了基本武装之后，巴列维国王又开始向美国索取更多更先进的装备。1970年，美国开始向伊朗出售 M24 到 M60 在内的多个型号坦克。而在空军方面，巴列维国王则有更大的野心。在目睹以色列利用强大的空军连续打赢4次中东战争之后，他向美国提出购买最先进战斗机的请求。而美国对于伊朗的要求不仅照单全收，还提供了 F-14与 F-15这两个只存在于美军自己的装备单上的选择。权衡一番之后，伊朗于1976年开始大量接收此前只装备于美国军队的 F-14战斗机，同时还订购了160架刚刚定型的 F-16型战斗机。为了继续增强伊朗空军的战斗力，美国还批准向伊朗出口同样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 E-3 预警机与 P-3F 海上侦察机。
然而，上述雄心勃勃的空军采购计划最终并未完成，伊朗只获得了79架 F-14A 与6架 P-3F。计划失败的原因并非美国背叛了巴列维王朝，而是巴列维王朝的一系列错误操作导致了巴列维国王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毫无抵抗能力。有关巴列维王朝为何会在伊斯兰革命中轰然崩塌，我已在伊斯兰革命与霍梅尼的相关内容中做过详细讲述。那从结论上来讲，巴列维国王自始至终无法摆脱美国傀儡的骂名，而他的一系列改革不仅得罪了从地主到宗教势力在内的几乎所有伊朗农村人，还在城市周边创造出了庞大的赤贫阶级。对于一个城镇化率不到30%而言的国家来说，这种改革无异于自掘坟墓。于是，当数百万人欢迎霍梅尼回到伊朗时，巴列维国王就意识到败局已定，并毫无抵抗地出走海外，将政权交给了霍梅尼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因为革命进行得过于顺利，霍梅尼不仅收获了伊朗政权，同时还收获了一支完整的伊朗军队。起初，坚定反对美国势力的霍梅尼并不信任这一支由巴列维国王一手缔造、完全美械化的军队。他一边在军队内部进行人事改组，一边准备从零开始打造一支伊斯兰革命卫队。霍梅尼相信伊斯兰伊朗无需外国援助就可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现实很快打了他的脸，也让他感觉到真香。就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不到2年，萨达姆的伊拉克出于政治投机的原因，于1980年9月悍然发动了对伊朗的入侵。因为刚刚对伊朗正规军进行了一轮清洗，加上刚成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过于稚嫩，伊朗在两伊战争之初节节败退，短短1个月就丢失了西南部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在这个关乎存亡的时刻，巴列维王朝的遗产开始产生作用。面对来势汹汹的伊拉克空军，伊朗装备的 F-14战斗机大放异彩。在两伊战争最初的半年，伊朗以只损失1架 F-14的代价击落了近50架各式伊拉克战机。虽然这批 F-14很快因失去美国的零件支持而不得不停止出动，但其在战争初期的出色表现为伊朗成功争取到了再次集结陆军的时间。1981年开始，伊朗就逐渐取得了两伊战争的主动权，并最终成功将战线反推到了伊拉克境内。虽然两伊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两国握手言和，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也并未因战争有任何改善，但在伊朗内部，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领导层一改对美国装备的轻视，霍梅尼停止了对伊朗空军的改革。时至今日，伊朗空军的编制同1979年时的巴列维伊朗皇家空军也大同小异。两伊战争结束之后，深刻感受到美式装备的强大的伊朗空军将精力全部放在对巴列维王朝遗产的保养上。虽然美国断绝了一切零件供应，但是伊朗从未放弃手里的 F-14机队，而是尽最大努力维修保养这批国宝。时至今日，伊朗进口的全部79架 F-14，除了在两伊战争中损失的20架之外，过半数依然在伊朗军队中服役。而除了 F-14之外，伊朗还执着于实现美式 F-5型战斗机的国产化。即使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向伊朗打开了军售大门，伊朗空军也对米格29、苏30这些看上去远比 F-5优秀的战斗机不闻不问。时至今日，伊朗空军仅仅装备了少量米格29，同时却装备着超过100架机龄将近半世纪的 F-5型战斗机。正是因为对美式装备的迷之信任，伊朗才舍不得退役手里任何一架已经超龄服役的美国产飞机，也不愿意花上未必比改装与维护费用贵的价格采购新装备。而这种迷之信任导致的超龄服役，最终成为了伊朗总统飞机失事的一个诱因。至于伊朗空军会不会在本次事件后做出改变，还请我们拭目以待。